友们，假如你能穿越回5年前牛市，第一个要买的是哪只股？现如今上证指数一路狂飙，已经通过了10年来的最高点 ，A 股总市值达到历史巅峰，突破100万亿。你的持仓有没有全线飘红？起飞的股票在评论区晒一晒，让大伙儿羡慕一下。言归正传，大 A 疯涨背后都有哪些机构和大佬发力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。先来说说这 A 股市值突破100万亿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这背后有好多因素在起作用。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，咱们国家的经济一直都在稳定发展，这可是股市的坚实后盾。就好比盖房子，经济基础就是地基，地基打得牢，房子才能盖得高。这几年，国家在各个领域都不断改革创新，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，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。企业的业绩好了，赚的钱越来越多，股价自然就跟着涨起来了。比如说科技行业，这几年发展的那叫一个迅猛，好多科技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，不断加大研发投入，推出了各种高科技产品，市场份额越来越大，公司的市值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像人工智能、新能源这些热门领域，更是诞生了不少行业巨头，他们的股价一路飙升，对 A 股市值的增长贡献可不小。这2年盯科技股的朋友，你们都赚了多少？再看看咱们的资本市场改革，这几年也是大刀阔斧，注册制的全面推行，让更多优质的企业有机会上市融资，为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。以前企业上市的门槛比较高，很多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都被挡在了门外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注册制简化了上市流程，只要企业符合一定的条件，就可以申请上市。这就好比打开了一扇大门，让更多的千里马有机会在资本市场这个大舞台上一展身手。这些新上市的企业很多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，他们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市场的投资品种，还提升了整个市场的活力和竞争力。而且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加强对市场的监管，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，让投资者们更有信心。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，那就是资金的大量涌入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如今银行利率低得可怜，1年定期连2%都没有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几年前连余额宝这种活期理财都有2.5%的利率，存钱这么不划算，又恰逢牛市，国内的居民储蓄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向资本市场转移。以前大家有钱了都喜欢存银行，觉得这样最安全。但是现在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，大家的投资意识也越来越强，发现把钱放在股市里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，而且现在的投资渠道也越来越丰富，基金、理财产品等都和股市息息相关。很多人通过购买基金的方式间接参与股市，这就为股市带来了大量的资金。另一方面，外资也在不断流入 A 股市场，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广阔，A 股市场的投资价值也越来越被国际投资者所认可，他们纷纷看好中国市场，把资金投入到 A 股中来。像一些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都在不断增加对 A 股的持仓比例。这些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资金，还带来了先进的投资理念和管理经验，对 A 股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10年磨一剑，股民们终于迎来了大 A 的崛起。那么此次登顶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次上证指数创出近10年来的新高，释放出了很多重要的信号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每一次指数创出新高，往往都意味着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回顾2000年和2006年那2次上证指数突破10年高点的情况，我们会发现，突破之后，市场都迎来了中长期的上涨行情，而且在突破之前，市场的成交额都已经提前创出了历史新高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在指数创出新高之前 ，A 股市场的成交额就已经持续放大，说明市场的交投非常活跃，投资者们的热情高涨。这就像是一场热闹的派对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而且这个派对还有继续热闹下去的趋势，这也反映出市场的信心在不断增强。投资者们愿意把钱投入到股市中，说明他们对经济的发展前景、对企业的未来业绩都充满了信心。这种信心可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基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、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努力。当大家都对市场充满信心的时候，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，更多的资金会流入市场，推动股价上涨，企业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壮大，进一步提升业绩，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资金。这就好比一个滚雪球的过程，雪球会越滚越大。从行业板块来看，这次指数创新高也反映出市场的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。
以前 A 股市场可能更多的依赖传统行业，像金融、房地产等。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转型升级，新兴产业逐渐崛起，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。这次指数上涨过程中，科技、新能源、高端制造等板块表现非常亮眼。比如说半导体行业这几年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，国内的半导体企业在技术研发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，很多企业的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，他们的股价也一路攀升，成为了市场的明星板块。还有新能源汽车行业，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和政策的大力支持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持续增长，相关企业的业绩也大幅提升。这些新兴产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指数的上涨，也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。不过也有人心里犯嘀咕，这波行情看着这么猛，会不会一进去就被割韭菜？距离我们大 A 股上一次这么有行情已经过去了5年，2019到2021年那波结构性牛市，有过创业板指一年涨超60%的疯狂，2021年新能源更是火到买啥都赚。如今的行情与5年前有何区别呢？咱先倒带回到2019年，那时候牛市的打开方式特别挑人，不是所有股票都涨，而是少数板块狂欢，多数股票躺平。最典型的就是2019年创业板涨64.96%，但上证指数才涨22.3%。到2020年，口罩全面爆发，消费医药成了带头大哥，茅台股价冲过2600元，恒瑞医药一年涨近60%。可很多传统行业的股票，比如地产、基建，还在原地踏步。2021年更极致，新能源一骑绝尘，宁德时代市值飙到万亿，可不少中小盘股却跌得爹妈不认。当时市场流行一句话，爆煮新能源天天像过年，买了其他股天天像渡劫。那时候为啥叫结构性牛市？说白了就是钱只往少数赛道跑。一方面，2019至2021年经济还在稳增长阶段，政策重点是防风险，没有大规模刺激市场，资金有限，只能集中抱团。另一方面，当时的热门板块，比如消费靠内需复苏，医药靠创新药红利，新能源靠双碳目标刚起步，都是单点突破，没法带动全市场。咱举个例子，2021年新能源板块涨了50%多，可全市场有近3000只股票是下跌的，这就是结构性的本质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跟2019至2021年比，现在的牛市首先就热闹多了。2019年那会儿只有几个板块在涨，现在呢，科技、新能源、高端制造齐发力，就连之前一直低迷的金融地产，最近也有了动静。就拿成交额来说，2021年牛市峰值时，全市场日成交额也就1.5万亿左右，现在动不动就突破2万亿，而且是多板块轮动，不是某一个板块独美。为啥会这样？其实和政策以及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。散户是主力军。2020年口罩期间，很多人在家没事干，跟风开户买股票。当时白酒基金、新能源基金被抢疯了，散户占比一度超过70%。那时候市场风格也很极端，比如2021年的毛指数就是散户和部分基金抱团推起来的，只要是龙头股，不管估值多高都敢买。现在呢，散户占比已经跌破50%，机构成了主导者。2024年以来，量化基金规模增长了30%，外资也狂买1200亿。另一方面，机构投资更理性，2021年敢追着100倍 PE 的新能源股买，现在更看重估值和业绩匹配。比如宁德时代虽然涨得多，但 PE 才30多倍，比2021年的60倍低多了。最明显的区别是换手率，2021年散户多，小盘股换手率动不动就超过20%，炒概念成风。现在大盘股科技龙头的换手率更稳定，比如茅台、宁德时代，换手率一般在1%左右，说明资金是长期持有，不是短期炒作。2021年底，新能源消费抱团瓦解，茅台从2600元跌到1300元，宁德时代跌了40%。很多散户因为追高被套。现如今风险是某一板块业绩不及预期，可能会有回调，但因为是多板块轮动，不会像2021年那样一崩全崩。与此同时，监管更严，一年端掉258家非法配资平台，没有2021年那种场外配资疯狂的情况，所以即使回调也不会出现千股跌停的场面。考考大家，你更适应哪波牛市
2019至2021年是选对赛道躺赢，选错赛道躺平。现在是多赛道轮动，需要灵活应对，既要懂科技，也要关注政策。你在2019至2021年那波牛市赚过钱吗？是靠抱团龙头，还是踩中了冷门股？现在这波行情，你更看好科技还是新能源？看到这里，不少普通投资者已经蠢蠢欲动了，心想这波牛市一定要狠狠赚上一笔。但是投资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搞不好就会踩雷。那咱们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抓住这波红利呢？首先要保持冷静，不能盲目跟风。市场一涨，很多人就头脑发热，看到别人买什么自己就买什么，也不考虑背后的风险。比如说前几年有一段时间，市场上的某只股票突然大涨，很多投资者看到别人都在买，自己也赶紧跟风买入。结果这只股票后来因为公司业绩造假，股价暴跌，很多跟风买入的投资者都损失惨重。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，理性分析，要对自己投资的股票或者基金有充分的了解，不能仅仅因为看到别人赚钱了就盲目跟风。对于那些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投资者来说，可以关注一些业绩优良、成长性好的企业，这些企业往往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比如说一些消费类的龙头企业，他们的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，市场份额稳定，业绩也比较稳定。还有一些科技类的创新企业，他们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很大，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，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。投资这些企业虽然不能保证短期内获得很高的收益，但是从长期来看，他们的股价有望持续上涨，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。如果你是一个投资新手，不太懂股票也没关系，可以选择通过购买基金的方式参与股市。基金有专业的基金经理帮你管理资金，他们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投资决策，而且基金的投资范围比较广泛，可以分散投资风险。比如说，你可以选择一些混合型基金或者股票型基金。这些基金的大部分资金会投资于股票市场，但是也会配置一部分债券等其他资产，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。当然，在选择基金的时候，也要注意选择那些业绩表现良好、口碑好的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，还要合理配置资产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除了投资股票和基金，我们还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债券、黄金等其他资产。债券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，风险也比较低，可以起到稳定资产的作用。黄金则具有保值、增值的功能，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，黄金往往能够发挥避险的作用。当股市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，黄金价格可能会上涨，这样可以对冲一部分股市下跌带来的损失。所以，合理配置资产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投资风险，实现资产的稳健增长。这波 A 股市值突破100万亿指数，创出新高的行情，到底能持续多久呢？这是很多投资者都关心的问题。其实，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，因为市场是复杂多变的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。如果国家的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，企业的业绩能够持续提升，那么这波行情就有持续下去的基础。比如说，如果未来几年我国的 GDP 增速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，各个行业都能够健康发展，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，那么股市就有望继续上涨。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下滑，企业业绩不佳，那么股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政策的变化也会对行情产生重要影响。如果国家继续出台一些利好资本市场的政策，比如进一步降低印花税，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等，那么这波行情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动。相反，如果政策出现调整，对市场不利，那么行情可能会受到抑制。市场的情绪和资金的流向也非常关键。目前市场的情绪比较高涨，投资者的热情也很高，这是推动行情上涨的重要因素。但是如果市场情绪突然发生变化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打击，资金开始流出市场，那么行情也可能会戛然而止。作为投资者，我们无法准确预测行情能持续多久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好应对的准备，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数据、政策动态以及市场的变化，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。如果发现经济数据出现下滑的迹象，或者政策有不利于市场的调整，我们可以适当降低股票的持仓比例，增加一些防御性资产的配置。总之， A 股市值突破100万亿，上证指数创出近10年来的新高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，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既是一个机遇，也是一个挑战。
我们要理性看待市场的变化，抓住机遇，合理投资，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风险。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波行情中有所收获，实现自己的财富增值目标。你对这波行情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